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阳气这两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阳气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呢？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身边的一些年龄比较小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大概15岁左右的，你去观察这些人，他们的身上啊就会无时无刻散发一种我们讲青春气息。什么叫青春气息啊？就是面色好看。同时呢，身上有劲，说话有力，思维敏捷啊。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叫做阳气足啊。你再反之，我们看一些很多的，就是50、60岁的，特别是你到医院里面看，这种人非常多啊。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面色灰暗，同时呢，身体走路姿态都会给你感觉一种非常要散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其实给你感觉就是一个字虚。那我们讲是什么呢？阳气不足啊。其实我们的阳气它是一个由下到上，再由上到下的一个过程。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从出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岁数增加，一直在增加。到达15岁到20岁左右，它会到达一个巅峰，然后呢，再开始慢慢的、缓缓的下降最后一直下降。那么我们讲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容易阳气不足。阳气不足的表现就是身体发虚，浑身没有劲每天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非常多，容易产生负面的一些情绪。最后呢，就是没有力气比如说话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力气这些通通我们都称之为这个阳气不足。那么阳气不足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呢？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身体上面都有一个阳气口子在哪里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手一捏，这里隆起一个小山峰像两个骨它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合谷就是这里我们提升阳气最好的一个动作就是去撞合谷很多人都知道合谷是一个大穴所以没事有些人就喜欢揉一揉捏一捏甚至按一按。但是我告诉大家，想要真正的把我们的合谷打开，那我们一定要学会撞合谷。撞合谷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指这样并拢，让两个手隆起的地方在一起靠在一起。大家看，1、2、3、4就这样交打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的位置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位置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会单侧的手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位置对了以后，两侧凸起的地方交打在一起，你会发现随着交打，整个手从一个点慢慢到一个面，都会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甚至辐射到我们的一个手心我们就这样，我们也不要做多，先做一个20下到30下，咱们先意思意思，先找一下感觉你看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撞击的感受就这样撞，好，差不多了。那么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把手掌打开，很多朋友会发现手心上面会出汗，然后呢，敏感一点的朋友额头嘴唇、后背甚至都会出这种汗，而这种汗和普通的我们天太热出的汗不一样。这种汗它是出这种就是一种细雾就感觉有汗，但是你一摸它有一层细细的雾，一会儿就没有了这种汗呢，其实是一种出汗，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我们就这样去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一定要追求这种手心当中有一些热微微有一些麻，同时出汗，额头、嘴唇、后背出汗。当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回反复的敲，提升我们的阳气，其实无形之中我们讲事物相对立，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有阳气就有寒气，对吧？你通过这个方法，你阳气上升了，你身体当中一些湿寒之气是不是被压下来了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其实也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湿寒之气，对身体是非常好我们每天就这样去做。记住了，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休息一会儿，去做上一个200下晚上最好不要做，因为做这个动作容易让人兴奋。你有时候很多朋友他晚上做完以后，晚上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建议是早上
然后呢，这个如果早上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选择下午3到5点钟，这也是一个生阳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啊。晚上呢，咱们就不要做这个动作了，做这个动作啊就容易失眠。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许正在解决他目前遇到的一些烦恼。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养背就是养阳气，古人认为啊，腹为阴，背为阳，背部啊又被称之为阳气之海。这句话呢，其实很多人啊不理解，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注意看啊，日常当中，如果一个人啊他气虚啊，身体上面没什么劲，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人，经常出现什么表现呢？就是他的背部啊会出现这个弯、驼、圆肩这样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后背啊想直，他直不起来，整个后背啊经常出现僵硬酸痛，这些表现啊都是你后背阳气不足的信号。只要把你后背的阳气啊给它支撑起来，就能够很好的提升我们的体质，增加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让我们的阳气啊更足。那么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道家非常好的功法啊，叫做缠丝功。这个缠丝功啊，不仅可以打开我们整个后背的经络，更能够让我们的气血涌向后背，锻炼我们的后背，增加我们的阳气。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啊，额头、后背啊都会微微的冒汗，而且这个汗和其他汗不同，它是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杂质给它排出来。那现在呢，我把这个方法会教给大家，大家感觉做完以后有用、舒服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练。好了，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我们这套缠丝功呢，是道家开背生阳法的一种啊，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双腿啊分开啊，比肩微微宽一些。然后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记住啊，要有一个微微的弯曲啊，微微的弯曲，不要完全的蹲下去啊，微微的弯曲，像这样。好，我们把这个动作基础动作摆好以后，腹部向内收紧，双手你看像我这样啊，并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放在胸前。好。我们把手往回收，收到哪里呢？你看，贴着我们的腋下绕一个圈，然后身子往前俯，把手往后放，好，形成这样的姿势，绕回来，再回到我们之前的状态啊。这个动作大家注意看啊，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手，你看在回收到我们的腋下的时候，一定要在这里啊，用我们手腕顶着腋下。转一圈，这个其实是一个强刺激啊，刺激我们腋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刺激了以后呢，顺着贴着啊，你看身子弯曲，把手啊伸在后面，好，这样啊转回来。好，我们做的时候啊，其实是双脚啊是并拢是不动的啊，因为为了给大家演示，所以我的脚啊会来回的动。我们做的时候是脚不动的，你看啊，来把基本的姿势先摆好，腹部收紧，来走。身子微微往前俯，腋下转一圈，手打开，回，好，回到基础的姿势，再来第二个，侧面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转一圈，身子往下弯，你看形成这样的姿势，然后手转到前方，回，再来一个啊。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演示，大家一定要注意细节。其实这个动作并不难，它主要是细节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动作在什么时候我的身子啊是往前的，在什么时候收的时候我的身子是往回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你看，基础的姿势摆好，然后来身子往前，手在腋下转一圈，这个后背不要弯啊。很多人做的时候后背会弯啊，不要弯，保持直立，然后往后打开。手打开，转回，收啊，收的时候你看有一个什么呢？往回，腹部收紧，胸部往前顶啊，收，肩胛骨往后夹，再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一般来说，做完10下左右，额头和后背都会出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快速的帮助我们生阳的一个动作。你记住，只要是生阳的动作，都会让人快速的发汗
为什么呢？就是要把体内一些不好的杂质啊给它排出来。所以呢，做了10个以后，你发现哎没什么感觉，好像就这样，那就证明你这个动作当中有一些点啊做的是不对的。那么就要把这个视频啊打开来，反复的去看其中的一些细节。当你能够找到，哎，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做完以后身上就开始出汗，而且感觉非常的轻松，甚至做完以后浑身活动一下，感觉后背也轻松，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我建议大家每天啊这个动作做上一个10遍到20遍，这样的话呢，就能让你的阳气啊越来越足，身体啊越来越好。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动作会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健康门。咱们经常说啊，五指通络，调衡五脏，手里面啊藏着太多我们身体当中重要部位的一个反射点。那么如果你能够有效的打开我们手上面全部的一个反射区，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长寿的老人，你去摸一摸他们的手，你感受一下啊，这个他们的手啊摸起来一般都是温热的，而且这个手掌啊，你用手去戳一戳，会发现他们里面这些肌肉啊都是富有弹性的，而且啊摸起来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舒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的气血是非常通达的。其实我们只要学会在手上能打开身体上面这些反射区的点，那么我们的气血也会通达，经络也能打开。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长寿的手上小动作，这套动作我希望大家保存下来，并且完全的学会，这对于你自己啊打开自己身上的一些反射区是能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好了，话也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来讲动作。这一套动作啊一共有3个步骤，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机放在一旁，跟着我一起来做。第一个动作啊叫做莲花扣指开10宣，10宣是哪里？就是我们的指甲下方啊，一共10个手指，所以叫10宣啊。我们手呈莲花状态来回的扣击，大家听这个声音啊。我们的大拇指大家可能看不见，大拇指是这样撞击的啊，大家看啊，这样撞击啊，扣在一起。那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手啊会错位，经常扣错位。我们手啊放松，然后微微分开，然后放松的状态来回的扣击，一定要有这种声音，大家听啊，一定要有这种声音。经常扣一扣啊，对于我们的血压非常的好。而且呢，你身体当中如果有内火比较重的、火比较大的，你经常扣一扣，还能很好的帮助我们降火啊，就这样啊。一般来说，每天去做上一个99下，速度的话可以就像我这样啊，撞击感有些轻微的撞击感啊。那么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微微的啊这种疼痛感，都是正常的，不用太过于担心。好了，做完了第一个动作，我们再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也很重要，叫做什么呢？撞开合谷。得真阳，什么意思呢？合谷我们称之为啊阳气口。你看手并在一起，这里肉最多聚在一起的地方啊，就叫做合谷啊。它因为是像2个山峰啊并在一起，叫合谷穴。那么我们把2个合谷肉最多的地方在一起来回的敲击，大家一定要听这个声音啊。撞出声音啊！你只要这样敲击，你会发现非常神奇。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很多敏感的朋友额头后背就开始出汗。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寒啊要排出去。所以呢，我们就来回的去做。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做的时候啊，手要这样啊，手腕微微的啊呈这样的形状，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合谷暴露出来。同时手有一些微微的向内扣啊，把它撞击在一起。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同时手掌中间能传出来这种麻麻的感觉是最好的。好，就这样撞上一个50下到90下左右，打开你的手掌，手心上面会出汗，手掌里面会发热啊，这就是第二个动作。我建议大家50下到90下，一旦有了手掌中心出汗，额头后背出汗，我们再做个10下到20下就可以了。那么第3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左右摇摆通气血，开的是哪里呢？我们的大鱼际和我们的小鱼际这2个地方位于我们的手掌当中非常重要。手10指交扣在一起，然后呢，你看手像摆钟一样来回的用力摩擦，它摩擦的就是轨迹，我们在我们的大鱼际和小鱼际上面。大家看，听这个声音，一下是一下。啊，大拇指是垂直向上的啊，大家看，这大拇指是放松往上，一下是一下啊，做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做啊，这个就太快了。我们一下戳到顶，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大家看，看每一下它都会有个停顿，对不对啊？这个做的是什么呢？就通我们的一个气血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也是建议大家做一个50下到90下。
区间啊，就这样去做。好。你全身做完了以后，这3个动作做完，一般来说，你体质再不敏感，你额头后背啊都会有一些出汗。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去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把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提高我们的循环给它代谢出来。而且很多朋友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原本手上僵硬的，摸起来比较木木的啊，这个手掌常年发冷的，做完了以后手上就变热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阳气啊提升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套动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家人，并且一定要把视频啊收藏下来，你跟着去练，反复的去练习，直到自己啊完全掌握、吸收了，成为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知识。我是大伟，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身体的缩影，手也是我们状态的晴雨表。一个人手上如果说握拳起来握得有力量，那么他的整个力量的素质啊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个人他的手上握起来是软绵绵的，特别是你看几个点，比如说我们的手掌2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是我们手握一拳这个地方叫做合谷，这里凸出来一块肉。如果说没有很明显的，或者一按就瘪瘪的，那么这个时候说明这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想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可以把手上的动作就练一练。我在我们的这里呢，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爷，这个大爷每天啊都喜欢在手上去做来做去的，而且他这个手掌啊，只要一伸出来，你就能看见他的手掌非常的充盈。这个大爷的手掌呢，其实和我差不多啊。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经常练我的手，所以我感觉我的手掌啊和他差不多，而他呢年龄啊肯定比我大得多。这个年龄有这么充盈的手掌，足以见得他的功力啊也是非凡的。你们看什么叫充盈？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摁进去，你们可以看一下变化，然后手推动了起来，它会有波纹感，这个就叫做充盈。那么这个大爷呢，其实今年已经80多岁了，具体的年龄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整个状态和身体素质非常棒。现在每天没事的时候还吊着单杠，经常去吊一吊、练一练，整个人啊从上到下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他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手上锻炼的一些小技巧，今天我也来分享给大家。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叫做练五指盘弓啊，就是你的5个手指啊一定要灵活，因为咱们见过太多的人年龄大了以后手啊就控制不住，对不对？拿筷子啊尖着一块肉都容易抖到地上，所以你的手上一定要有基本功。那么这个基本功怎么去锻炼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你记住每个手指就这么去点啊，点我们的这个手掌上面就这么去点。跟着去点，慢慢的去做，先从小拇指开始，小拇指，然后到你的这个无名指、中指、食指，就这么去做。做完以后，带动着我们的手指去这么去做啊！你看，大拇指也会跟着有节奏的来回动，这是什么？这就是很好的通过我们的手掌灵活到我们的手指。那么如果我们练起来的时候，你更能发现我们的小臂也在发力。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么看一下，是不是像波浪一样？这个位置是不是像波浪一样啊？我们每天做的后面做快了，就是这么去点啊，有节奏的这么去点，然后2个手都可以这么去做。以前很多朋友啊，就喜欢盘这个核桃，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用，我们不用花1分钱，我们只需要每天这样去做，就可以把我们的手指，包括我们的小臂都可以锻炼到，而且练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掌上面热热乎乎的。其实呢，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锻炼方法，手是身体的缩影嘛，所以光靠这一种还是不够的。再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锻炼方法，就是弹。我们手指一定要把它盘住，蓄住力，看这个状态啊，弹出去，每天去弹。为什么？因为5个手指啊，它是末梢。这个10个手指上面以前有一句话叫10宣啊，就是这个地方对应着我们的10个手指。我们每天做的时候，就是把手，你看像淋着水把它抖出去一样啊。当然我们不是这么抖，我们是弹，看这么去弹，把它弹出去啊。左右手都要做，弹的是什么？弹的是你的气啊，把这些红色的水啊，顺着这个力度一个惯性，你看手腕把它甩出去，就这么弹，弹多少下？每天去弹上一个50下、60下，慢慢的你会发酸，而且你会发现，当你的手有力了以后，你弹出去的时候，它会带动着你的身体
逐渐啊有一种震荡的感觉，就这么去弹，每天这么去做，做着你会发现你的手指就有力了。为什么咱们要弹呢？你看这么去做，它对的是哪里？对的是我们手往前，弹的时候手是往上啊，这么两种它成一个对立，所以我们每天没事的时候就这么去弹，把手去弹一弹。两个动作，如果你配合在一起去做，手这么一放，一股一股的暖流往上去涌，而且经常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手掌上面也会有这种充盈的感觉。记住，手掌要充盈，充盈才好。好了，今天这么两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一定要记住，手是身体的缩影。你看似在练手，其实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点点微微都打开了。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一个人想要他的身体强壮，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后背给养好。古人把后背称之为阳气之海，聚阳之地。为什么古人会如此看重我们的后背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大家看，如果我是一个含着胸、驼着背、圆着肩的人，给大家来讲解一些动作，大家会认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表现呢？阳气不足，身体发虚。因为只有常年生病、身体不好的人才会经常就是含着胸、驼着背。但是如果呢，一个人他挺着胸收着腹这个人看起来就很挺拔的样子，给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人身体一定非常好，阳气十足。所以说这个后背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不仅仅是含着胸、驼着背，同时呢，这个后背上也摸起来以后很硬疙瘩很多，而且呢背后还自己感觉常年发凉，这个后背一活动起来就感觉僵硬的。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就一定要去重视我们后背的一个养生。那么怎么去做呢？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动作打开我们后背的阳气口。做完以后不仅能够很好的强化你的后背，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挺拔起来，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后背的阳气能得以聚集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身上暖洋洋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寒气也很快的排出体外。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希望大家收藏下来，同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非常适合居家锻炼。我们把腿分开，比我们的肩膀微宽一些，然后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把我们的身子腰，你看慢慢的往下弯一些。这个时候注意一点就是咱们很多人在弯腰的时候，这个腰部它会这样形成一个拱桥一样的，对吧？我们要把这个腰你看直起来，慢慢的往下俯身，把我们的手你看往上去抬抬上去以后呢，手臂和我们的腰部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一个直立像一条线一样，这样做。把它这样保持好了以后，我们静静的去站上一个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后背都在发力的时候我们保持1分钟。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能明显的感觉到后背的这个肌肉的条索一些硬结正在逐步的融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它在发力。那么在发力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强化它、激活它的一个过程。好了，我们做上1分钟，感觉后背发酸了以后，你看，我们开始第2个动作手握拳，双手握拳，好，然后往下拉，头往上抬，1回，2回，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3回，4回。好，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哪些细节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首先在拉的时候，你看往下拉下来的时候，头往上抬。此时大家看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是我告诉大家，后背是有几种发力的第一个后背夹，它是往后夹背的一个过程；第2个是脖子往上抬、往后挤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去做这个夹的时候，你看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挤着的感觉，就是所有肌肉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发力这是一种挤法。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通过这个锻炼把我们的肌肉强化，把我们肌肉当中一些不好的一些组织给它代谢出去，加快我们整个背部的代谢。通过这个动作可以软化你的后背，比如说你后背特别僵硬，对吧？你在这个动作刚开始做2、3个的时候，可能你没感觉，但是你做了10个到20个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肌肉逐渐展开了感觉没有那么僵硬的。其实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优点我们就这样你看1伸过去，2、3，不要追求快，我们一定要追求什么呢？后半程夹和挤的一个过程。好，就这样。好，
我们做上4到5个，你感觉一下你的后背的感觉。如果你做完，后背真的轻松了，那么就按照之前的标准继续做。如果你做完4到5个以后，感觉和之前没什么两样，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重新再看一遍可能是你某些细节做错了。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我建议大家像我们保持这个过程1分钟到2分钟。然后这个往下拉的一个过程叫做旱地划船。那么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去做一个15下到2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同时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